娘，你可有什么金钗之类的东西？怎么，我身上可就只剩下最后一根金钗了？过2日我们就出去了，你要这东西做什么呢？既然过2日都要出去了，娘亲，你要这金钗也没什么用了，不如就把这金钗交给女儿，女儿还可以做点事儿。做什么事儿？听说大皇子殿下也在这地牢，所以女儿想借着金钗与大皇子殿下说说话。殿下近来可好？我们被关在这同一个地方，也算是有缘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我就是担心殿下的身子，所以想着来看看大皇子。听说誉王殿下的腿已经好了，不知道大皇子殿下是如何打算的。小女子愿意帮大皇子殿下一臂之力。哼，你一个姑娘家又能帮什么？大皇子不试试，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办法呢？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，不是吗？我知道大皇子这一次入狱是被南洛卿所害，我愿意帮大皇子把南洛卿除掉。你做这么多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其实，小女子想要的，大皇子殿下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小女子想要的，不过是一个庇佑的地方罢了。天底下那么多男人，还有谁能够比得上大皇子殿下英勇无敌呢？你倒是识相，可为什么你的姐姐就那么的不识相呢？姐姐，你这人还真是，就连自己的姐姐都不记得吗？你说的是南洛卿吧？她从来不把我当妹妹，我也很难把她当姐姐看待。大皇子殿下突然这么问，小女子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如今姐姐应该是与誉王殿下两人比翼双飞吧？大皇子殿下若是再不放下这段感情的话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你说什么？你来见本皇子就是为了说这句话？大皇子息怒，小女子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女子不过是提醒大皇子不要被某些人的外表给蒙骗了。那你呢？你又想骗本皇子什么？大皇子息怒，小女子不是那个意思，小女子没有要骗大皇子什么，小女子也从来不敢欺骗大皇子。哦，说吧，你要如何帮本皇子？小女子可以竭尽所能的帮。你想要什么？小女子要的很简单，就是可以陪在大皇子身边，有一个名分就好了。那行，就照着你说的做。如果你有办法帮我处理了秦玉修，那么我的心里也会给你留下一席之地。等离开这个地方，小女子一定能完成大皇子的嘱托。苏将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女子可以回府呢？回府？哼，不急不急，现在还不是回府的时间。你得跟着我入宫一趟，见一见贵人。宫里的贵人？哦，对了，这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与你说，你应该不会在意吧？就是宫里一个贵人听说你的琴技不错，就想让你去他面前好好的弹一曲的交尾琴。若是能得到贵人喜欢的话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不还是唾手可得吗？小女子倒是好奇，不知道宫里的哪一位贵人要见小女子呢？这你就不必多问了，等你到了那儿以后，你就知道要见的人是谁了。宫里的贵人能有几个？即便我不和你说，你猜一番，应该也是猜得8、9不离10了。跟了这贵人，可比跟着我有前途的多啊。苏将军说的，小女子都明白。那可不能让贵人等太长的时间了，可否是现在去啊？是，现在就去，走吧。南玉薇许久没有弹奏琵琶，弹奏起来已经很是生疏。他心里有些没底，悄悄地抬眸看了看珠帘后的人的模样，可惜只能够隐隐绰绰地看到一点的身姿。既然看不清模样，那就当作陛下来对待。不小心把琴弦给弹断了，
他吓了一跳，立马跪下。小女子知错，还请爷不要怪罪。那人终于从帘子后走了出来。也不要怪罪小女子，小女子可以重新弹一曲，保证爷满意。这么漂亮的一双手，要是被琴弦划伤了，那得多令咱家心疼啊！朱公公检查他指尖伤口的时候，还不忘捏了捏他柔弱无骨的指尖。他环顾一周，愣是没有看见陛下的身影。难道从始至终一直都是朱公公在这人，陛下根本就没有出现过？明明苏将军说过，宫中的贵人在等他，不就是陛下吗？玉儿，在东张西望什么呀？你别担心，这儿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其他人我已经让他们退下去，不会有人随便来打搅我们2个。朱公公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2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，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不是你自己说要来见咱家的吗？不是的，朱公公，你绝对是误会了。是苏勇将军让小女子来见贵人的，说是贵人可以帮我母女离开地牢，只要把曲儿弹好就行。苏勇没有和你说事情的来龙去脉？苏将军说来了以后就会知晓。小女子人微言轻，也根本不敢多问什么，就来了。苏勇这老狐狸还搞什么2面3刀？你应该也想知道真相是什么样的吧？那么咱家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和你说清楚，你给咱家听好了。大皇子能不能出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呢，陛下还在气头上，以后大皇子出来了也未必是储君的人选，你的皇妃的算盘可算是落空了。如今大皇子都已经自顾不暇，如何救你？你在地牢之中也根本待不下去了，难道不想出来过人上人的日子吗？可我也不可能委屈自己和一个阉人在一起。哟，你现在倒是清高上了啊！可之前求苏勇的时候，可一口一句什么都能做呢。咱家也不算是强迫你，是你自己同意来的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所有人都看着你来的，现在倒是装起来，哼，你说有人会信吗？南玉薇懒得与他多说，一个阉人而已，难道他还妄想与一个阉人讲道理吗？他转身就走，当他的手触碰到房门的时候，却是怎么用力都打不开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要是不跑的话，那就来和咱家好好玩玩，咱家会玩的花样多得数不清。放肆！你不过就是一个太监，一个小小的太监还想要染指我，呸！臭婊子，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，给你一个上京美人的称号，就以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了。能被咱家看上是你的运气，要不然你就在地牢里面慢慢的发烂发臭，跟着咱家哪儿不好啊？吃香的喝辣的，免得在后宫争宠。你干什么？你想要对我用刑？你知不知道私下用刑是什么罪？做什么闹那么大事儿啊？难道玉儿你喜欢被人听到那些刺激的闺房之事儿吗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那就与咱家说，咱家下回带你去外头，保证你玩得开心。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得罪了大皇子与袁安侯？他们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呀，这个带钩子的鞭子，你喜不喜欢呢？抽在身上的时候，总是不可避免地勾起一层血肉。
那感觉特别的舒服。滚！不要妄想用那脏东西来碰我！嘘，小点声。不过你大点声也没关系，这儿僻静的很，没有什么人听见。你就算是喊破了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看看这辫子的颜色是不是和你的皮肤特别的配呀？这么抽一下的话，皮开肉绽，就像是夜里绽开的一朵花，美得惊心动魄。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呢？我要回去，你这样会遭报应的。今天公公又带了一个漂亮姑娘来，那姑娘我没瞧着正脸儿，但是远远的看着就像是个天仙似的，比以前带回来的姑娘不知道漂亮多少倍。怕是谁家送来的姑娘为了巴结公公的吧？如今朝中局势动荡，谁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倒是公公的地位依旧稳得很，许多人都盼着公公能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，这样也好在朝中稳妥一些。唉，那些可怜的姑娘在公公的手底下又能活多少天？3天都算是多的。3天？那3天以后呢？送出宫了吗？能出宫那还是一大幸事儿。你知道为什么院子里这些花草长得这么好吗？那肯定是因为几位哥哥管理的用心。那是因为这树根底下埋着的都是皑皑白骨。你说那些花花草草能不长得好吗？什么？那些肥料原来都是人呐！哥们儿，这么多条人命，宫里的人肯定会觉得奇怪吧？怎么好像没事人一样？难道他们从来不会查明白吗？查明白？如今朱公公几乎是一手遮天，陛下又十分的信任公公，即便是捅到陛下面前去，陛下也只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，不会真拿朱公公怎么样的。那我们还是早点把事办完，早点走吧。屋里那位姑娘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出口在什么地方？我要回家。奴才这就带姑娘出去。玉儿，去什么地方啊？跑什么？昨天晚上玩的游戏都还没玩完呢。难道你今天不想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游戏吗？朱公公，我说过，我只伺候你一次。现在你要兑现你的承诺，并且送我离开。但是怎么办呢？咱家就是喜欢你，只要你乖乖的跟在我的身边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不是说想要离开大牢吗？咱家可以帮你。你不是想要在上京拥有身份和地位吗？咱家也可以帮你。哟，怎么这么热闹？你来做什么？你都可以和朱公公在一起，本王妃怎么不能来？好歹我们也是相识一场。听说你昨晚进宫一直没有离开，本王妃担心你遭遇不测，这不一起带了元安侯过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卫？玉卫，有什么事和爹爹说。爹爹，这个朱公公折磨了女儿一晚上。朱公公，你这么做是要与我们侯府为敌？侯爷，你这么说可就冤枉咱家了。咱家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明明就是你的女儿，非要与咱家在一起的。这件事儿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苏将军呢。难道你连苏将军的话都不信了吗？侯爷，你可别冤枉了朱公公啊！朱公公不是那种人，这件事知道的人可不少，都是南玉薇自己先同意的。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侯爷，
你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做一个人情呢？直接让他们在一起不就得了？不可能！哎呦，侯爷呀，你别这么着急拒绝啊！事情都已经是这样了，你不接受也不行啊！你说，你的女儿和我在一起挺好的，如果在一起的话，以后还会有哪个男人会要她呢？难道侯爷你要一辈子都养着她？明明就是你胁迫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又怎么会和一个太监在一起？爹爹，你要帮我报仇，你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这南玉薇可能是以前做坏事的时候，没想过会有今天。他怎么会什么都没想过？他什么都知道，不过是权衡利弊罢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他是想着以自己的身段卖一个好价位罢了。所以说，南玉薇一开始就是想和苏勇做交易，不过他做的交易是以小博大，可苏勇也是一只老狐狸，与他做生意几乎都是与虎谋皮。南玉薇还以为自己是获利的那一方，所以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戒心，进了宫。这进宫以后才意识到，自己原来是被苏勇和朱公公联合在一起给骗了。画本子都不敢写得如此精彩，再看看南玉薇那样，昨晚朱公公肯定没少折腾他，现在看上去连个人样都没了。袁安侯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事已至此，你也明白要怎么做吧？爹爹，你带我回去吧，女儿一刻都不愿意在这待了。好，爹爹这就带你回去。慢着，咱家让你们走了吗？来人，把那南玉薇抓回来！你们这几个畜生，谁让你们拦人的？我可是袁安侯，难道连出宫都不行吗？袁安侯，你要是想出去，谁能拦得了你？你要是不愿自己走，那咱家可以八抬大轿的把你给送出去。怎么，你自己挑一种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玉薇？听听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做放过玉薇呀？难道你不觉得玉薇与咱家在一起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儿吗？你都不知道啊，你女儿昨晚是有多么的享受。昨晚那一切都是误会，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延安府也不打算追究了。朱公公让我们回去就是。上京那么多的姑娘，朱公公喜欢谁都可以，放过我的女儿。你女儿能跟了咱家，她才可以从那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头出来。难道你想你的女儿一辈子都在里头待着呀？从一个年轻的姑娘变成一个老姑娘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把她们从里面接出来。如果不依靠咱家的话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所以咱家才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朱公公，我已经退一步了，你怎么还步步紧逼啊？我哪儿舍得玉薇姑娘死啊？玉薇姑娘可是咱家心尖上的人。哼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不成？贱人，你要是没有咱家的帮助，你现在还在地牢里等死呢。你们两个记清楚了，惹了咱家就是这种下场。还有，袁安侯，你以为你可以在咱家面前叫嚣吗？你自己暗地里做的那些勾当，你以为你就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本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？贩卖私盐可是砍头的重罪。哼，袁安侯可以尽情地把自己的女儿带回去，不过咱家可事先说好了，到时候这件事要是真的捅到陛下面前去，你们袁安侯府的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了。朱公公，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，你何必如此呢？如果真的把我关进去，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嘛。你我非亲非故，咱家是为了陛下做事儿，
你们元安侯府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咱家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？为了陛下的利益，咱家只能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陛下。朱公公，你看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既然朱公公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不如利润分公公一点儿。咱家对金银细软什么的没有兴致，倒是对你的女儿有那么点怜爱之情。如果我们之间可以结成亲家，你说这件事儿不就算了吗？朱公公眼唇笑了笑，似乎笃定元安侯一定会同意。挣扎的神情在元安侯的脸上也没有出现多长的时间。如果朱公公答应要了玉薇以后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那么我自然是同意的。毕竟都是一家人，玉薇跟着公公也是极合适的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竟然要把我送给一个阉人！玉薇，你看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要是重新去婚家，还有谁要你啊？只要有朱公公在，你就不怕没有去处。而且朱公公对你又好，你只需要把朱公公给哄好了，什么好事轮不到你，不比你在侯府当姑娘好。你是我爹，你竟然要把我送给一个太监做女人，只是因为你怕你贩卖私盐的事东窗事发。你看，这上京城里能比朱公公还要有权有势的人屈指可数，你要是不跟朱公公，你还可以去哪儿找一个更加合适的人呢？我不要！你要是想要嫁，你就自己嫁给他，我不要嫁给一个太监。我的心和我的身子都是大皇子殿下的。大皇子殿下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就是一个被咱家玩弄的女人，大皇子殿下还会要你吗？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忘记以前我对你做的事。这一次你能不能救救我，不要让我留在这个阉人身边。你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是忘了那10几年来你是怎么对小表妹的？现在装什么失忆？姐姐，你最是菩萨心肠，你能为了无关紧要的人伸张正义，你还可以为了付不起钱的病人救治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妹妹啊。说的倒是好听，你这套骗人的话术是从南德海身上学的吧？也不得不说，你和他相比，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你之前在地牢里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和苏勇勾搭上？难道不就是为了对付我吗？如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又觉得可以求我来帮忙吗？看来他们夸赞你的都是假的，南洛清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嚣张根本就不会嚣张多长的时间，你一定会遭受到报应的。那也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南德海根本就不值得信任，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好人？曾经娘亲对他那般好，连自己的顾家都不要了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转头就抛弃了我的娘亲，立马和你娘勾搭在一起。南德海就是这样见利忘义的人。当你没有用的时候，你就是他抛弃的第一个人。不过你和朱公公倒是挺般配的，一样的蛇蝎心肠。南洛清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南德海，你放弃我，你也一定会有报应的。玉王妃娘娘，咱家处理一点家事儿，怠慢了娘娘，娘娘可不要往心里去呀。谈不上怠慢，本王妃就是一时兴起，倒是不巧，竟然看了一出好戏。南洛清，你是故意把我带来的，就是为了让我看玉薇受人欺辱。你到底是不是侯府的人呢？玉薇可是你的妹妹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
我和南玉薇之间的关系，你比其他人更清楚，不救他是理所当然之事。不过倒是你袁安侯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怎么连亲生女儿都可以当做物品交易出去呢？当时南玉薇可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，还以为你会救她出水火呢。可没想到你这个人，竟然为了自己一点的利益，二话不说就把她给抛弃了。你也知道这朱公公是什么样的人，得手以后又会如何的折磨他。别说了，洛青，其实爹爹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突然这么一件事有点接受不了。雨薇的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这都是命，不由人的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与侯府闹别扭了，好好的与家里人相处，大家都很想你。洛青啊，你看你不喜欢的雨薇已经被留在宫里，你是不是时不时的要回家看看呢？本王妃的家是裕王府和顾府，和袁安侯府没有关系。袁安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没有看见小表妹已经极其厌恶你了吗？顾公子，此言差矣。不管怎么说，本侯也是洛青的爹爹，一家人有的时候磕磕绊绊的也是正常。你让我上去，有些话我和洛青好好的说一说，我们之间只有把误会给说开了，那就好了。误会？是什么误会可以误会20年？你当我们所有人都是傻子是不是？这不嘛，以前洛青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解释。你看，现在我们好不容易相遇了，然后我又知道洛青是对我有误会的，那我不得好好的把这些误会给说开呀？闭嘴吧！你要是再说2句，我可是要把隔夜的饭菜都给吐出来了。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恶心不？我的姑姑难道不是你害死的？我姑姑出事的时候，你还在小妾的房里寻欢作乐呢。有吗？本侯怎么不记得了？他隐隐约约的是记得一点儿，但多的是一点都记不住。关于顾玉瑶的很多事情是他刻意忘记的，毕竟他以前在顾玉瑶的手下讨生活也不容易，可谓是完全抛弃了自己男性的自尊。这样脸上无光的事情，他自然是不愿意回想起来，以至于顾玉瑶故去的记忆，他同样一点都记不起来。顾三公子，这件事儿好歹已经过去10来年了，为什么非要拿之前的事情出来反复的说呀？对我们互相之间都没什么好处。家和万事兴，你看我们一家子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，有什么不好啊？你还真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有那么一套歪理，当年你就是靠着这一张嘴哄得姑姑的吧？要不然你要什么没什么的人，姑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这可怨不得本侯啊，感情的事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，哪有什么害来害去的说法？你姑姑看本侯是人中龙凤，愿意跟着本侯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，怎么到你的嘴里成了本侯哄骗呢？哼，你现在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。以前你是怎么对待姑姑和小表妹的，你自己心里没有数？你以前那般对待他们，你觉得小表妹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搭理你？我可是洛青的亲爹，我找洛青说说话有什么错呀？我劝你不要从中作梗，你要是真的为了你的姑姑好，你就不要挑拨离间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。我哪儿挑拨了？难道我说的那些不是事实吗？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们有话就好好的说，别动手。上来吧，三表哥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我心里有数。看到了吗？女儿终究是女儿，是你一个表哥比不过的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血缘至亲，是最好的一家人。侯爷可不要后悔上了本王妃的马车。不后悔，不后悔，是自家的女儿，后悔什么呀？罗青啊，你这孩子终于想通了，我们终究才是一家人。那顾锦柏是顾家的人，哪能事事为你考虑啊？以后你就常回家来，有什么事儿都与爹爹说，爹爹为你做主。哎呀，
爹爹怎么会骗自己的女儿呢？而且你是爹爹最有出息的女儿，爹爹正以你为荣啊。可爹爹以前分明对赵姨娘还有玉薇更好，眼里从来都没有我。刚才我顾家三表哥还在提醒，说爹爹就是喜欢骗人。女儿这是要听爹爹的话呢，还是要听三表哥的话？你是爹的女儿，自然要听爹的话。那顾锦柏只是你的表哥而已，你何必什么事都听他的呀？再说，顾锦柏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纨绔子弟，这样的人你可不要听信他的，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当真如此？千真万确。爹爹在朝堂沉浮多年，又怎么可能什么事都不懂啊？这种事见多了。爹爹与你说了，你也可以少走一点的弯路啊。既然爹爹这样说，那爹爹应该最在乎的就是我和娘亲吧？那么爹爹真的对赵姨娘还有玉薇没有感情吗？陆青，爹爹对你和你娘的感情是情真意切的，要不然当年你娘也不会跟着我离开。只不过后来被那个赵氏所欺骗，所以才会出了那么多不可挽回的事情来。其实我一直想要弥补你们母女，可你们根本就不给我机会呀。现在好了，现在爹爹一定好好的补偿你。是啊，从小到大姨娘就经常欺负我，不让我读书习字，也不让我学礼仪，就连属于我的嫁妆也被姨娘给拿走了。既然爹爹真的对赵姨娘没有感情的话，那也好办，爹爹不如直接把她给休了吧。休了？难道爹爹刚才说的都是哄我的？其实你舍不得赵姨娘是吧？所以我和娘亲在你的心里一点地位也没有。唐月，奴婢在。既然袁安侯无话可说，那还是早早的把袁安侯送回去吧。奴婢听令。慢着，洛青啊，我不过是在思考罢了，哪儿是不愿意听你的呀？你觉得赵姨娘不好，她苛待了你这么多年，而我是一点都不知情啊。我要是知情的话，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一番结果，也不会真的让你与我们侯府如此疏离。您还是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就一句话，让不让赵姨娘回来？洛青，你不想让赵姨娘回来？是，我不喜欢她，我也不想看见她，我就是想让她离开侯府。可是我再不想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得看侯爷的意思。爹爹可不要因为一个妾室影响了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，不过是个妾室而已，休了就好了。爹爹再去找合适的就是了。自然舍得，我现在唯一舍不得的只有你一个罢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现在就去吧。这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着急，要么再缓缓。你说呢？侯爷这是反悔了？那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本王妃这就请侯爷离开。洛青啊，你可不能不要爹爹呀！你说过爹爹是你最重要的人。可在爹爹的心里，这赵氏才是最重要的人。本王妃哪敢在侯爷心里有那么一席之地呀？谁说的？你在爹爹心里那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赵氏根本算不上什么值得挂念的人，我这就把赵氏休了。唐月，这就去侯府。侯夫人，您之所以可以出来，那还是多亏了您的女儿玉薇姑娘。玉薇姑娘长得水灵，被朱公公给看上了，以后玉薇姑娘就长长久久地陪在朱公公身边，你就不要挂念了。大人，你听到的消息没错，玉薇当真是跟了朱公公。的确是跟了朱公公，这件事错不了。可那是个阉人。哼，其实玉薇姑娘不还是为了夫人你着想吗？玉薇姑娘想要把您从地牢里面救出去，可哪有那么多的好机会呢？自然是有什么机会就用什么机会。人家朱公公可以看上她，就已经是他难得的机会了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。那就多谢朱公公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还请朱公公以后多照顾一下玉薇。
雨薇这孩子娇生惯养习惯了，脾气不太好，朱公公可得多多担待。侯夫人这么说就客气了，毕竟朱公公可是脾气极好的一个人，如今是喜欢玉薇姑娘，自然是什么都让着她。侯夫人，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吧，以后侯夫人可得多和朱公公走动走动了。见了王妃娘娘，怎么不跪下？罢了，今日是一个好日子，就不要整那些虚礼。洛卿说的是，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正事的。管家把笔墨纸砚拿来。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这么多天没见，侯爷也不想妾身吗？怎么也不准备一个宴席来为妾身接风洗尘？没有必要了，拿着。从今以后，赵氏与元安侯府没有半分关系。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写这种东西？这是休书，你无才无德，从今以后，本侯把你休出门去，不准再进元安侯府半步。侯爷，怎么突然要休妻啊？我们已经在一起20来年了，这之间的情谊不是你一封休书就可以抹去的。这件事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？你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是不是？你等这一天很久了是吧？自从你娘离去之后，你就等着这一天，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。真没想到，竟然真的让你给得逞了。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整个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的。娘娘小心些，看着赵氏好像是疯了，小心他突然发疯伤了你。南洛卿本就是本着一颗看戏的心来的，看见南德海为了自己的前程，能够把自己同床共枕几10年的女人休了，他心里不仅是有大仇得报的爽快，还有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悲凉。碰上南德海这样的人，当真是全天下女人的不幸。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怎么能对于王妃娘娘不敬？你以为你还是侯府夫人不成？你已是庶民，你要是再这么对于王妃娘娘的话，小心丢了性命。就因为南洛卿一句话，你就把我给休了？南德海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以前是如何跟我发誓，说一辈子只爱我？赵氏，别怪本侯没有提醒过你，把你休了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多年来，你对玉王妃娘娘做的事儿，你自己都忘了不成？就因为洛卿身边没有亲人照顾，你对她百般刁难，你心肠实在是太过于恶毒。把你休了，已经算是好的了。南德海，你说的这些我的确是做过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我做这些事时，你是不知道吗？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也没想过帮当时还只是孩子的南洛卿。你自己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出来，还好意思怪本侯？后院的事情都是你这样的妇人管的，哪是本侯有时间管的？你现在倒是撇得干净。好，南洛卿的事你说与你无关，那顾玉瑶的事你不知道吗？放肆！闭嘴！现在让我闭嘴，是不是有些太晚了？你都可以做得出来不顾多年恩情把我赶出侯府的事儿，那我又为什么不能当着南洛卿的面告诉他，当初你是怎么对顾玉瑶的？想来南洛卿应该也很想听那些事吧？有什么好说的？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旧事重提有什么意义？洛卿，你可不要听啊！为什么不让本王妃听？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？哎呀，哪儿有什么秘密啊？就是怕你听到过去的事情会难过，这才不让你听的。哎，管家，你别愣着了，把这个疯女人给丢出去。本王妃倒是想听听是什么样的事儿，能让赵姨娘绞尽脑汁的要说。当年南德海早就与我勾搭在一块儿，他一边哄骗着你娘，一边与我苟且，
他说他不喜欢你娘那一般清高的模样，最后不还是得给他睡？有什么好清高的？你娘又是个心气高的，向来是忍不了这种事儿。他倒是去找南德海理论，可南德海就是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顾玉瑶拿他没办法。最后怎么样？只能把自己给气病了。南德海还说，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，这样一来还能带着回顾家认祖归宗，也能从顾家捞一笔不菲的好处。可惜你是个女子，没有一户人家是喜欢女儿的。南德海对你对你娘是越来越冷淡，顾玉瑶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人给骗了，一世世的后悔当初的决定，早早的就撒手人寰了。是啊，顾玉瑶就是眼瞎了，所以才会看上这种男人，把自己的一辈子也搭上了。以前的事情哪是你说的这样？明明就是你先勾引我在先。本来我都已经打算与玉瑶长长久久在一起了，可你偏偏大着肚子说不能离开我，我又不能做那无情无义抛弃人的事儿，自然就把你收到房中。我哪知道你日日去折磨玉瑶，最后导致她香消玉殒呐！哎呀，罗青啊，你可不要听这个毒妇风言风语，玉瑶的死肯定是她造成的。爹爹以前与玉瑶是情定终生，那种事儿爹爹不会做的。南洛清，不得不承认你非常聪明，要不然跟着南德海有什么出息？他也就是一个只会靠女人的废物。南德海，玉薇是不是也是被你这么送进去的？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你把他送给一个阉人，你是怎么当爹的？你去问问天底下，哪个当爹的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啊？南洛清，事已至此，你总不能还没看清南德海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娘被他骗了一次，难道你也要步你娘的后尘，继续被他骗一辈子吗？南德海，我就算是做鬼，也不可能放过你。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你就算不答应也没有用了。老爷都已经发话了，你也不要让小的难做。以后夫人想去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会被侯府的规矩给束缚住，不是吗？自由？哼，没权没势，有什么自由可言？这元安侯府是我一手建起来的，没有我，也就没有南德海你的今天。你想把我赶出去，做梦！直接冲到水井旁，一跃而下。众人只听到激烈的水声，等反应过来，赵氏已经没气了。老爷，夫人她已经没气了。啊，原来这就是他说的做鬼也不放过本侯啊。南洛清依旧心有感慨，为了不离开元安侯府，就连性命都可以不要。赵氏这一生果然都是为了名利而活，最后又死在了名利之下。哼，当年他逼死了夫人，他就应该要想到有朝一日会如此。奴婢倒是觉得让他多活了这么多的时日，倒是他赚到了。洛青，你这是去什么地方啊？去要回属于娘亲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娘亲有好几件铺子在赵氏的手上，一直没有要回来。既然赵氏已经被休了，那些家产也是时候该拿回来。侯爷觉得如何？那就这么做，本侯陪你一起去。这儿摆放的红木桌椅不好看，换成琉璃的，这样的话才能和饰品交相呼应。再加上姑娘们都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，到时候再拿鱼骨灯一照，才是真正的收环。铺子生意也会越来越好。奴婢都记下了。这些柜子也没必要放在这儿，
难看得很，也不知道赵是什么品味，拿如此丑陋的东西当摆件。娘娘说的是。你们两个主仆要做什么？对着我这铺子指指点点的干嘛？要是怎么装潢，那也是小爷我的事儿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看来赵公子知道自己品味差，难怪铺子生意差到这个程度。还有，你要管铺子的大大小小，那是以前，现在这铺子已经是本王妃的了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又能如何？嘿嘿，怎么这铺子就成了你的？就因为你进来转了一圈，这铺子就得是你的啦？那是不是说明我去你的正兴堂转一圈，那你的铺子也是我的呀？你什么身份，竟然对着娘娘大呼小叫？娘娘做什么事儿需要与你报备不成？你好歹也是王妃，哪来的脸抢我一个平民的铺子呀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既然你们不是来买胭脂的，那我就只能把你们给赶出去。我这赵氏铺子可不欢迎你。赵文寻思着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就连姑姑赵氏都不敢和南洛清硬碰硬，赵文就更不敢了。你这话可就说错了，这不是你的铺子，而是本王妃娘亲顾玉瑶的嫁妆。既是顾家的东西，那和你就没什么关系。什么嫁妆不嫁妆的？我只知道这铺子是姑姑给我的，反正是在姑姑的名下，那就一定是姑姑的东西。可你知不知道这间铺子以前姓顾？以前姓顾？哼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啊？以前那可是10来年前的事儿了。那顾玉瑶嫁给袁安侯以后，这嫁妆不就入了袁安侯的资产了吗？这铺子不是你的，你能拿本王妃怎么办？就算你是王妃娘娘，可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不如问问这些伙计和街坊，去问问这铺子到底是不是我的。你姑姑？我姑姑有什么问题？你还没有出嫁之前，不也是袁安侯府的人吗？这铺子可能很多年以前是顾玉瑶的，并不代表很多年以后这铺子也是顾玉瑶的。你自己也承认了，这铺子10几年以前就是顾家的。那你说说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铺子成了你们赵家的了？顾玉瑶把这嫁妆带到袁安侯府，那东西就是袁安侯府的。后来我姑姑成了侯府夫人，那自然而然就接过来打理了，那不就是赵氏的？好，那你说这铺子是赵氏的，袁安侯同意了吗？侯爷怎么可能不同意呀？玉王妃娘娘不会就是来故意挑事儿的吧？你都已经嫁出去了，为什么还要过问那么多属于侯府的事情啊？侯府的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你说和洛清没有关系，那不知道与本侯有没有关系？姑父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来之前也不提前说一声，侄儿也好为姑父准备点薄礼呀。听说姑父喜欢听戏，最近上京啊，来了一个戏班子，听说里面的角儿啊，戏唱得很是不错，我这就为姑父请来。不必兴师动众的，本侯今日来只不过是为了一件小事。哦，姑父有什么事儿直接与侄儿说就是，侄儿一定会鞍前马后的完成。那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和你开诚布公的说，你只需要把10间铺子交出来就是。姑父吩咐的，什么？姑父怎么好端端的要铺子呀？这铺子不是已经交给我处理很多年了吗？你看这些铺子经营的这么好，你让我交出去的话，万一铺子的生意一落千丈了怎么办呢？为了生意着想，侄儿觉得这铺子还是让我来处理才是最妥当的。我说的话你是听不懂吗？这铺子还我，也就是洛清，本来就是洛清的嫁妆，你占为己有做什么？姑父，你以前明明说玉王妃终究是要嫁出去的，既然要嫁出去，那么这些东西以后终究都不是袁安侯府的。你还说让我们拿着打理就是，
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这才多长的时间，你怎么就忘了自己说的呀？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做我们才是一家人？你可不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。我和洛清才是真正的一家人，我的东西自然是洛清的东西，难不成你赵文姓难不成？姑父，你这么做不就是过河拆桥吗？姑姑知道这件事吗？你姑姑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早就已经被本侯给休了。你赵家与我元安侯有什么关系？这铺子与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姑父与姑姑多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分开就分开呀？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能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小子就不要瞎打听，把铺子交出来，你就可以滚了。可姑父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原因呐！你看看这铺子，我们赵家人打理的是井井有条的，如果没有我们，这铺子也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。你突然把铺子给收回去，我们这心里也难以接受啊。这铺子什么时候是你们的了？如果没有这顾家的铺子，你们赵氏能有今天？这铺子本来就是上京生意最好的，就算没有你们经营，这铺子生意也好得很。你能有什么苦劳啊？是把这铺子的所有盈利都抽光了才算是苦劳不成？赶紧把账本什么的拿出来，要不然可别怪本侯不客气。罗青啊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事情办妥了，是不是该回去了？爹爹，这才一家铺子呢，才收了一家你就满足了吗？你要把10家铺子都收回去啊？不然呢？这些铺子不都是娘亲留给本王妃的嫁妆吗？既然是留给女儿的，为什么要让姓赵的霸占呢？哦，那好，我陪你一起去把那10间铺子都收回来。本王妃有点累了，让唐月陪着你一起去好了。你若是累了，就回去好好的休息，等来日爹爹去王府找你。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现在就出发吧。要不然剩下来的9间铺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回来，总不能等到天黑吧？那好，走吧。这些是什么人？好像是西凉的3皇子魏齐。听到是西凉的人，南洛清的心微微一跳。西凉3皇子魏齐，听说与宋玉泉的关系好得不得了。魏齐在这儿，宋玉泉也不远吧？竟然是他，找了这么多年，居然是在上京的皇城碰到。这一趟果然是没有白来。3皇子也是第一次来上京，怎么认识的那位姑娘？以前认识的，是个会咬人的小姑娘。10年前，魏齐还只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他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南洛清。南洛清像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千金丫头，全身上下就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值钱的。她一个小丫头看上去可比她一个皇子过得好得多。当时在别院，就连普通的孩子都欺负她，更不用说那些看人下菜的仆从们。仆从们克扣她的伙食，还差点弄死了她。当时南洛清意外地来到别院，还顺手救了她一命，要不然也就没有现在的她了。南洛清性子骄纵，只要有人来欺负魏齐，他全都欺负回去，并且教导魏齐，那些人没什么好怕的，个个都是虚张声势。若是一直这么唯唯诺诺的，那才是一辈子都被人看不起和欺负。那些话对于魏齐来说就是救命的良方。他在幼年时的南洛清那儿学到了，只有对别人狠，别人才会敬重你。这不，他一步步地走到今天这位置来。可站在高处时，他已经见不到曾经与他同行的少女。他突然的出现又突然的消失，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梦幻。没想到10年了，他又见到了她。只不过10年的时间，他都没有记住她的名字。你知道她是谁？她是大齐的玉王妃娘娘，上京可没有人不认识她的。我倒是没想到，她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洛清。是啊，听说以前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，
没想到嫁给誉王殿下以后，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她在朝堂之上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，倒是令许多男子汗颜。就连誉王殿下的腿伤能治好，都与她脱不了干系。她其实一直很厉害的。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誉王妃娘娘是运气好才成为誉王妃的，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不仅会医术，还会经商，反正就是把手里的东西都弄得风生水起的。他的医术，就连药神谷的紫阳君都觉得好，属下还真不知道是好成什么样的程度，竟然连紫阳君都啧啧称奇。再说他经营的那几家铺子，就是正兴堂的季家，里面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旁人是连见都没有见过的。他一直都很好，而不是就现在好。是秦玉修根本就配不上他。三皇子来了，快落座。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累了吧？其实什么时候入宫都可以，也不必如此着急。陛下说笑了，其实本皇子早就应该来的。摄政王对这件事倒是挺看重的，若是没有达成的话，摄政王可是会发火的。所以说，此次摄政王可是有什么嘱托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摄政王觉得很长时间没有来大齐看看，也不知道现在大齐变成了什么模样。他公务繁忙，没有办法动身，只好先让本皇子来看看，到时候有什么风土人情的，就记在书卷上，拿回去给摄政王过目。那好，到时候朕派人带你去领略大齐的风光，还可以请一个画师，把三皇子看到的所有的风景都绘画出来，一并交给摄政王过目。秦红叶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想来摄政王也没有要大举进犯的意思，大齐又可以平安地度过一年。那还是太过于麻烦了。摄政王的意思是，只需要您把他看上的那几个城池送给他就是，等到他有空的时候，自然会去领略那儿的美妙风光。这摄政王这么做，恐怕是不妥。为什么？陛下难道不知道吗？在当初和平的文书上，陛下曾许诺每一年都给西凉上贡。一开始的时候还好，每一年都记得上贡，可这2年要么拖拖拉拉的，要么就索性忘了。摄政王很是生气，就想着陛下若是把这3座城池给我们西凉，那么摄政王的怒火也就降下去了。陛下觉得如何呀？说起这事儿，秦红叶还是有几分心虚的。曾经那条约是他在秦玉修昏迷的时间里签下的，等秦玉修醒来，一切都已经木已成舟。往年摄政王要的不过就是一些金银珠宝或者奇珍异宝的，怎么这一次就直接要城池了？可是合约上也没有说不能要城池，听陛下这意思，难道是要毁约？哼，陛下可知道，若是毁约的话，到时候摄政王会怎么做吗？摄政王会无情地让西凉铁骑踏破大齐的国土，等到那个时候，陛下这个皇位坐的也不安稳。你在威胁朕？你觉得你这么说可以活着离开皇宫？两国开战不斩来使，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应该不需要本皇子来教陛下。陛下如此紧张做什么？摄政王这么说，也就是打个比方罢了，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，不是吗？陛下，您先坐下。如果觉得身子不适的话，那就先不说。等陛下什么时候身子舒服了，再和三皇子讨论这件事儿。陛下身子不太舒服？听说大齐的医术已经比药神谷都要厉害几分了，怎么简简单单的头疼都治不好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内情啊？哎，其实越像是陛下这样的身子，就越不应该把事情拖得太长。三皇子到底给不给是我们大齐的事儿，你就不要把手伸得太长。反正还有时间，在半月之内，朕会给你答案。那好，本皇子就在这儿休息半月的时间再回去。
其实陛下，你要想明白，你现在的位置岌岌可危，不如好好的哄好摄政王，还能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坐得更加久一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想让朕把大齐卖给你不成？陛下，你这样说话可就难听了。摄政王要的东西也很简单，不过是3座城池罢了，而且都是不起眼的3个地方，给了也就给了，倒是不要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反而伤了双方的和气。这几天三皇子就住在别院里，可本皇子一个人住的实在是无聊得很啊。那么朕给你送几个国色天香的美人？美人倒是算了，就是想要出去看看。可本皇子对大齐人生地不熟的，玩也玩不起来呀。那还不简单，派几个大齐人带三皇子四处逛逛就是了。三皇子意下如何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自然好，就是不知道是谁呢？三皇子难道心里已经有了人选？倒也不是有什么人选，就是想要见见玉王妃娘娘。听说她是上京的风云人物。南洛卿，他可请不动。陛下怎么会连一个王妃都请不动啊？陛下这么说，不会是故意诓本皇子的吧？朕没有必要诓骗三皇子，你只要去打听一下，就会知道南洛卿在大齐是什么名声。哪有人可以真的使唤动他？使唤？那本皇子倒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想要一个人带着本皇子看看上京的风土人情罢了。那么随便换一个不行？听说南洛卿是大齐容貌一绝，与这样的女子同行，自然是赏心悦目一些。那朕就下旨让他陪着三皇子逛3日上京，这样可行？自然。坐下。南洛卿依旧没有在乎这陌生人的视线，而是给他把脉。往日纵欲过度了，还是要节制一些才好。说完这些，南洛卿才抬头。他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年纪的人，为什么这么早就把身体给掏空了。当他看清对面坐着的是魏齐的时候，他的眸色冷了几分。拿着药单去那儿抓药，记得结银子。因他不是大齐人，南洛卿多收了10倍的诊金。